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呢，看似不起眼琐碎的小事情，其实很容易被我们忽略掉。本来呢，你可以用你每天时间里的几分钟就能整理和收拾，但是你却有拖延症，一拖再拖，拖着不想去做，然后呢，就演变成了你需要几个小时，甚至是一天的时间去整理这么大的一个 mess。只要你可以养成习惯，每天都花1分钟的时间去做其中的这些事情，它会让你的生活更加的干净和整洁。每周更新一个新视频，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我的频道。第一件事呢，也是我在之前的视频里强调了很多次，就是删除邮箱里的没有用的电子邮件。我们的电子邮件呢，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各种各样的邮件，垃圾邮件也好，广告促销也好，那这些邮件呢，很容易呢就把那些重要的邮件一直往下压，避免你花时间去找那些已经被所有广告邮件都压在下面的重要邮件。你每天呢就花1分钟的时间去检查一下有没有需要删掉的垃圾邮件。那接下来的第二件事呢，就是去擦一下马桶的座圈。如果你是一个人住，或者家里都是女生的话，这一点就其实很简单。但如果你家里有小孩或者是另一半的话，有的时候当他们把座圈拿上去之后，会把周围弄得都很脏，长期不清理呢，它还有可能会有灰尘，甚至有几根头发粘在上面也不一定。所以不妨和你家里成员商量一下，如果你没有家里成员，你可以和你的室友商量一下，不管谁每次上完厕所都要去检查马桶的座圈，就看到有脏的地方尽量随手擦一下。我知道你让别人去做这件事情是很难的，那我已经有几次和室友住的一些经验，我都会在我搬进去之后跟大家说这么一个东西，因为大家都是女生，所以这些事的话会比较好说。特别是女生来了姨妈，你不去清理座圈，长时间一来，那个周围呢都是干了的血渍。我知道一大早要起床出门上班上学的，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但这件事情呢，只需用不到你1分钟的时间，那就是整理被子。特别是如果你在晚上睡觉爱动，早上起床后，你的被子就看起来像这样，像一个猪肉卷一样，看起来乱糟糟，很影响心情。你不需要把被子叠得很整齐、很完美，可以就像这样子把被子简单的铺平一下。到了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呢，你直接就可以躲进被窝里。对于我个人来说呢，我是不喜欢被子4边都找不到角，因为这样子的话，你盖起来会很不舒服。如果你有一头长发，并且还很容易掉发的话，那家里最容易堆积头发的区域就是卫生间，特别是地板上和浴缸里。有的时候呢，我也会偷懒，不想去清理头发，因为每一天都会有头发掉下来，然后你又要重新剪，所以有的时候很累，我就会适当的偷懒一下。假如掉了头发长时间在地板上呢，它会被卷成一个很明显的黑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还会被你的拖鞋带到客厅其他干净的区域里，加上浴缸里有头发会被堵塞的这一点，我也不用多说了，我曾经反正就经历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情，所以最后呢，就是要买那种化学物，反正就是要把那个头发给通掉，所以不如每天花10几20秒的时间，只要看到地板有头发，你就随手捡起来。在家里每天都带有水渍的区域就是厨房的水槽以及卫生间的洗手池。不管你洗完菜、洗完碗还是洗完脸，用一条毛巾或者你洗完脸后的一次性的洗脸巾去擦一下周围带有水渍的区域。特别像是卫生间的台子，如果你长时间让它积水的话，它的边边很容易发霉，然后导致你在台子上面放的一些护肤品也好，或者是任何瓶子类的东西，它的瓶底都会发霉，就是有一层黑黑色的东西，非常的脏。接下来的第6点呢，就是家里有块差不多用完的洗手液、沐浴露、洗洁精之类的，花1分钟的时间去补满它们。那如果你买的是一次性瓶装的话，就把新的一瓶放在即将快用完的这一瓶的旁边。还有就是厕纸，也是每天会被我们消耗很多的量，特别是如果你家里有很多的
家庭成员的话，有些人可能不会那么自觉，把快要用完的纸巾都会换下来，他们就会等到你纸巾彻底没了，他们也不会去帮你们去补满的。所以呢，我通常会放1到2卷新的卫生纸在卫生间的洗手池下面的这个柜子里，或者是放在你卫生间其他收纳的空间里，千万不要等到见底了才想要去换新的。接下来的第7点呢，就是把碰过但没有用过的物品立马放回原位。比如你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碟子，这时候呢，发现它太小，装不了菜，你想要拿一个更大的碟子，那在你拿新碟子之前呢，把旧的碟子先放回原位。有些人的习惯可能就是东西拿出来后，他们不会随手放好，就直接把它们扔在一边。又或者是你试穿一条新衣服或者新鞋子，穿上身后觉得不太搭，当你要去拿另外一条衣服或者鞋子的时候，把原本穿在身上的衣服脱掉，然后叠好放回柜子里了之后，再去拿新的衣服。刚刚我提到了，在卫生间洗手池的台子上很容易产生水渍。假如你有任何带有刷头的机器，例如电动牙刷或者是洗牙器，每次你用完之后，一定要把机器上的水都擦干净，甚至可以把刷头冲洗一次。每次我用之前，我会用水冲一遍，用完之后我再冲掉任何余留的脏东西。假如你在吹头发前用了护发精油或者任何的护肤产品，用完之后你再去用吹风机的话，吹风机的把手很容易就黏黏糊糊的，所以呢，花1分钟的时间擦拭一下把手上的水渍或者是指纹。如果你是个逛完超市后喜欢随手把小票揣在兜里和包里，在出了超市后确定这一张小票没用了，你就可以把它扔到周边的垃圾桶。又或者你可以进门换衣服之后，先检查兜里有没有用不到的纸张或者是用过的纸巾，然后你就可以把它们随手扔进垃圾桶里。不然当你换完衣服后，你就会彻底就忘记这件事情。等到你洗完衣服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衣服会被沾上很多的白色纸屑。这个经历我真的深有体会。当时大学和室友同住在一起，衣服都是放在一起洗的。洗完之后，几乎每一件衣服都有纸屑，我当时看完就整个人很崩溃。加上我有强迫症，我整整花了15分钟把我自己的衣服全部用那个刮毛的那个黏黏的纸全部给刮掉。我真的受不了那些洗衣服之前没有把口袋里面东西全部拿出来，万一你口袋里面是装的钱，那你岂不是就是把钱扔进水里了？我相信每个人都很紧张钱吧，所以每天抽出1分钟的时间去把所有银行账户都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有不小心被盗刷，或者是你信用卡有要还的余额。尽管你是设置了自动还款，如果可以的话，那还是尽早把它给还掉，要无时无刻对自己的银行账户还有自己的 finance 有警惕性。正因为你去看了银行账户，说不定你就想起了你这个月还没有交的水电费，所以一定要对自己每个月的花销有一定的了解，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你每个月需要交的一些费用。那在我讲最后一点之前呢，想要问一下大家，出门买菜用的塑料袋拿回家后，你们是怎么处理和收纳的？可以花3秒钟的时间在下面评论，我想知道一下。拿回来的塑料袋，与其让它零零散散的堆在柜子里，或者你家里某个角落里，我推荐的方法呢，就是把塑料袋迅速的卷起来，打个结，然后再拿一个更大的袋子把这些塑料袋都装起来。当你把所有的菜放进冰箱之后，不要为了省事把塑料袋直接往柜子里面扔，花1分钟的时间把塑料袋收纳一下，这样呢会让你的空间更加的整洁。那这就是今天我提到的11点，能让你用1分钟的时间去做完这些事情。当然了，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可能我提到的一些点，大家有些人已经在执行，但有一些人呢，可能缺乏
对于这部分的整理系统也好，或者是没有太上心，毕竟是我们每天要生活的地方，还是尽量要把它弄得整洁一点，不要看起来好像活在垃圾场里面。好了，这个就是一个比喻啦。那这就是今天以上所有的内容，希望你们喜欢。喜欢的话，不要忘记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加收藏。那我们下周五再见，拜拜。